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，叫做臣。在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中，臣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。他们维系着国家机器的有序运转，上是君，下至民，是连接君和民的纽带。他们是服务者，也是管理者，是政策的制定者，也是执行者。很多流传至今的隽永的制度和规范，都来自他们的设计。臣是一种身份，也是一种职业。他们依附于君而存在，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。但他们又是有着各自思想与性格的人。他们的能力有大有小，品性有好有坏。由于价值观不同，选择不同，所言所行不同，他们在后世留下了褒贬不一的评价。历史进入到明代时，君和臣的关系发生了一次极大的变化。文官集团里出现了两个极致的代表，一个叫海瑞，一个叫张居正。纪录片《中国》第2季由经典献映，致敬中华文明，开启有机新生。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宫女刺杀事件后，明帝国的第11位皇帝朱厚熜就很少上朝了。他不信任任何人，除了贴身的太监、侍卫以及屈指可数的几位内阁大学士，他几乎不见其他人，无论是儿子还是大臣。他宁愿跟自己的猫待在一起，除此之外，只想修仙求道。他的先祖朱元璋，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寒微的开国皇帝之一。也许因为这个原因，朱元璋也是历史上最勤勉、最严苛的帝王之一。他要求，无论寒暑，皇帝每天都要上朝3次，不仅要接见大臣议事，甚至还要接见普通民众。只是，快200年过去了，一切都在改变。立国后不久，为强化皇权，朱元璋废除了丞相，并警告子孙，永世不得再立。强势的朱元璋不想让任何人、任何机构分走他的权力，他要亲自管理天下。但这样一来，皇帝需要处理的事实在太多，于是出现了一个类似于秘书处的机构——内阁。内阁大学士代替皇帝阅读奏章，草拟意见，皇帝再把正式意见用红笔写下，最终由司礼监掌印太监在批红的部分审核盖印，下发执行。这个制度已执行了很多朝，但问题似乎也不少。嘉靖皇帝朱厚熜性格内向、沉默寡言，他心机很深，并且多疑。但是，治理国家总要用人。他选择了用大臣，大臣们整体素质好过太监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从小读圣贤书，心中有对君臣之道的敬畏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当然，还要看他们如何尽到臣子的本分了。
朱厚熜当皇帝的第1年，就跟大臣们有过一场激烈交锋。他原本是藩王之子，由于前任皇帝没有子嗣，所以选他继承了皇位。登基后，朱厚熜提出讨论自己生父的尊号问题。多数大臣的意见是，既然朱厚熜已继承大统，那就不能再称自己的亲生父母为父母，只能自称直皇帝。这让他极为愤怒。而以张聪为首的新生代朝臣提出了另外的方案，建议尊孝宗为皇伯考，称生父为皇考，这是嘉靖皇帝想要的。双方斗争了3年，最后以皇帝的胜利告终。张聪一跃成为内阁首辅。此前，首辅与其他内阁大学士的实际权限差异并不大，因为嘉靖皇帝的倚重，内阁首辅逐渐获得了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。只是首辅毕竟不是曾经的丞相，有实而无名。此后的每一任首辅都应当小心把握权力的分寸，一旦逾越，将万劫不复。但在当时，还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。内阁首辅成了明朝官场最炙手可热的位置。成为内阁首辅也是张居正的梦想，他一直在为此奋斗。只是奋斗到30岁的时候，他感到自己好像离梦想越来越远了。公元1554年，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张居正以养病为由，请长假回到江陵老家。他的病是心病。自23岁以进士身份进入官场，7年里，他燃烧了自己的全部热情。张居正的先祖曾跟随朱元璋起兵，虽然他这一脉已经远离军役，成为普通的耕读人家，但先祖以身报国的经历依然时刻激荡着他。到曾祖父的时候，生活困顿，却仍不忘施舍穷人。张居正深受激励，很早就立下志向，愿做一张任人枕卧的草席，哪怕被屎尿污秽浸渍，也义无反顾。不顾个人毁誉，也要造福天下。张居正立的是一个成圣之志。为了这个目标，他选的是一条经世致用之路。但他有点太着急了。或是翰林院编修的第1年，他就凭着一腔热血上书朝廷，试图从官僚、军备、财政等层面对这个国家进行革新。然而，嘉靖皇帝正忙着修道，内阁正耽于残酷的政治斗争，他们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份上书。因为弹劾内阁首辅严嵩，与张居正同年的进士杨继盛遭遇100廷杖，并被打入深牢。他们共同的老师内阁大学士徐阶却毫无作为。年轻气盛的张居正感到大失所望，他决计，与其在朝中苟且，不如归于山野。张居正太年轻了，还不能理解老师静水流深的为臣智慧。也是因为年轻，他又怎么能甘心在江陵种竹养鹤呢？就在张居正回家乡的前1年，公元1553年，
会试再次落败的海瑞，打算听从吏部分配，前往福建南平县任职。他已经40岁，不想再浪费时间。即将步入官场，海瑞更加注重对自己的人格修炼。年轻时，他曾写下一篇自警词，时时鞭策自己。在这篇文章里，他假借神明对自身进行灵魂拷问：入府县做官，得钱容易，还有华堂美女，会为此动心吗？在财帛世界，能像中流砥柱那样屹立吗？会不会趋炎附势？会不会欺世盗名？他发誓，若犯了任何一条戒律，不如速死。有人嘲笑他在用圣人的标准自我标榜，却不知这就是海瑞一生不变的态度。如果说张居正的志向是想改造出一个更好的天下，那海瑞的志向更像是要做最好的自己。海瑞的家乡在海南，这里偏僻蛮荒，远离中央王朝的统治中心，自古就是贬官的流放地。贬官大多是有气节的文人，他们为海南带来了文化传统，也用自己的风骨构筑了一座精神孤岛。海瑞和好友秋娇就成长在这样的一座岛屿上。秋娇是被史学界称为有名一代文臣之宗的邱俊的后人。祖辈的清明和显赫的家世并没有让他弃绝农事，他修建了一座亭子，取名乐耕。海瑞和秋娇二人时常在这里切磋学问，讨论做人的道理。必为圣贤，不为乡愿，这是青年海瑞对自己的人生设定。乡愿是指外表谨厚、实则伪善之人，被孔子称为德之贼者。海瑞决定要用德行铺就自己的圣贤之路。公元1553年12月，海瑞出任福建南平县教育，这是当地主管教育的学官。上任第1年，海瑞心中严明的准则就与明朝官场的风气产生了一次硬碰硬的对撞。时逢巡按御史造访学宫，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，监察百官，所到之处，地方官员无不屈身跪拜，唯独海瑞岿然不动。尽管只是一名小小的学官，他的骨头比谁都硬。巡按御史阅官无数，但也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海瑞这样的人。他居然说，这里是教书育人的学堂，不是御史大人的衙署，怎么能下跪呢？不认官场潜规则，只认太祖的清规戒律，这就是海瑞。他为自己取了一个别号，叫刚峰。他决心像山峰一样刚正。曾经，他的道德之镜只检阅自己，如今他开始拿这面镜子映照整个国家。这让海瑞顿时名声大振，但也因为如此，他成了明朝官场的另类。
蛰伏3年，对于像张居正这样清醒而自负的人已经足够了。曾经的挫折感早已消弭，3年时间足够他想清楚自己究竟要什么，以及如何才能到达。他心中的意志坚定如山，现在他只需要付诸行动。公元1557年秋，张居正决意重返翰林院。几个月后，海瑞也有了一个更为正式的官职——浙江淳安知县。自此，他们几乎同时踏上了新的为臣之路。公元1564年，51岁的海瑞升任户部主事。虽然官阶不高，但身在朝廷的中枢部门，海瑞认为自己看到了国家的深层危机。嘉靖皇帝20多年都没有上过朝，这毫无疑问是君道不正。前首辅严嵩一党，历经10数年方被铲除，但吏治依旧腐败，这源于臣职不明。如此严重的问题，怎么能不去改变？海瑞感到无比愤慨。为臣者，对下理应全情为民，简朴清廉；对上，即便忠言逆耳，也要肝胆赤诚。海瑞认定，臣子有责任说出自己必须说的话。明代的儒家弟子们对吏治的批评一向极为猛烈，即使因言获罪，也在所不惜。20多年前，阳明心学的弟子刘奎就因反对嘉靖皇帝沉迷修道而上书。上书前，他为自己准备了一口棺材。刘奎因此入狱4年，出狱不久他就死了。这样的人，在他之前不胜枚举，在他之后至少还有海瑞。所谓文死谏，这是士大夫的光荣。16世纪中叶的大明帝国是全球最大的政治实体，人口数量、领土面积、财富规模都是最大的。帝国治理需要人才。有一点，海瑞和张居正应该是一致的，要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良臣。只是张居正觉得有非常之事，然后有非常之功，而海瑞认为天下孰为重，德义为重。为了能让皇帝警醒，公元1565年，6品小官海瑞提笔写下一本治安书。抱着必死的决心，他决定抬棺上书。这是嘉靖皇帝看到的最尖刻、最辛辣的奏书，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字都直刺他的心。在这篇长达3000字的檄文中，海瑞隶属皇帝的为政之师和为君之昏。他说：“盖天下之人不知陛下久矣。”意思是，全天下的人认为你不对已经很久了。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对自己说这样的话。嘉靖皇帝的震怒不言而喻，他不等看完就大喊：“抓住海瑞，不要让他跑了！”当听说海瑞在上奏前
已经为自己埋好棺材后，他重新打开了奏本，不由得发出一句长叹，说道：“这个人大概算是比干吧，只是我不是纣王。”嘉靖皇帝破天荒地没有惩罚海瑞，只是把奏书留中不发。但在几个月后，他还是气愤不过，下旨把海瑞关进了诏狱。此时已升任内阁首辅的徐阶欣赏海瑞的忠勇刚直，在他的暗中保护下，海瑞幸免于死。身在狱中的海瑞是平静的，甚至是欢喜的。他不知道会面临怎样的结局，但他对自己坚信不疑，如果母亲在身边，应该也会为自己感到骄傲。海瑞4岁时父亲去世，从此与母亲相依为命。那是一位贤良而严厉的母亲，在海瑞很小时就用《孝经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等儒家经典言传身教，为他构建了一片一尘不染的道德天空。海瑞没有辜负母亲的教诲。半年多后，嘉靖皇帝驾崩，遵他遗诏，海瑞被释放复职。虽然皇帝至死都对海瑞的上书不以为然，但他和当朝群臣都知道，海瑞在道义上无可指责，帝国也需要这样的人。嘉靖皇帝去世后，30岁的朱载冀即位，改年号为隆庆。公元1567年为隆庆元年。因为曾担任过朱载冀的王府讲官，张居正正式进入内阁。这是张居正重返翰林院的第10个年头。10年里，明朝官场变化很大。他的老师徐阶用韬光养晦的方式，在残酷的内阁争斗中保全了自己，当上了首辅。而张居正也逐渐变成和老师一样的人，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谋事不在一时一刻，他不像年轻时那么急躁了。他清晰地看到，嘉靖皇帝在位45年，大明从兴盛滑向了迷乱。这个看似稳定成熟的国家，实则隐患重重。他看到了政府管理效率的低下，看到了各级官员的涣散，看到了军备的废弛，也看到了底层百姓如何在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风潮中变为流民。他决心改变这一切，但他也明白，此时仍需等待。回归官场以来，张居正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。明代立国后，朱元璋把道德作为治国之本，视忠孝与敬天同等重要。这对后代臣子影响至深。海瑞便是祖宗之法的极力推崇者。张居正曾经和海瑞一样，认为道明之术在于学术教化，但渐渐的，他改变了这个观点。他认为这个国家此时更加需要的是制度建设。
身为儒家文化体系下成长起来的臣子，张居正和海瑞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，那就是忠君爱民。只是他们在以各自笃信的方式身体力行。隆庆皇帝在位6年，他打破了父亲近30年不上朝的传统，即位后立刻开始革弊施新。前朝给他留下了能干的首辅和强大的内阁，朝堂上的他常常一言不发，以至于有大臣以为皇帝是个哑巴。但皇帝无为而治，实则推动了臣子的努力工作。隆庆一朝，大明帝国解决了最棘手的2大外患，东南倭患既除，沿海安静，与北方的蒙古族也展开了官方贸易，以开放的政策换来了边境的和平。只是好景不长，隆庆6年5月，朝会上的皇帝突然中风，不祥之兆在朝野上下弥漫开来。1天后，隆庆皇帝被宣布不治，10岁的太子朱翊钧即位，改年号为万历。随着新皇帝登基，新一轮的权力之争暗流涌动，明朝的内阁从来没有平静过。此时的内阁首辅已经变成高拱，他对新上任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绕过内阁，直接颁发皇帝手谕感到愤怒，准备以篡改遗诏为罪名除掉冯保。张居正洞察这一切，高拱的计划刚刚启动，没想到被冯保抢先一步。他告诉太后太妃说，先皇去世时，首辅高拱在内阁里嚷着10岁的孩子怎么做皇帝。这让太后太妃选择了与冯保站在一起。一场臣子间的权力之争，演变成了弱君对强臣的一次反击。公元1572年6月，太后太妃联合冯保，以10岁的万历皇帝之名，革除了高拱的所有职位，限令他即日出京，返回原籍。这天，张居正请了病假，可能是真的病了，也可能是为了避嫌。高拱是自己老师徐阶的政敌，自他进入内阁以来，已有多名内阁学士被迫离开。身为徐阶的得意门生，张居正没有受到牵连，靠的全是自己的隐忍和左右逢源。张居正未尝不知道冯保对高拱的构陷，但他乐观其成。高拱失败了，首辅的位置再次空了出来。随后不久，另一名内阁成员离世，大明帝国的内阁里仅剩下张居正一人。加上他曾担任少保兼太子太保，是万历皇帝的老师，由他接替高拱的职位，理所当然。张居正走到了臣子生涯的最高点，他的首辅时代
终于开始了。这一年，他48岁。很长时间里，他看起来都像是一个没有态度的人。现在，他可以逐渐亮出自己的态度了。从考中进士算起，已经过去了25年。他从那个容易冲动、容易愤怒的年轻人，变成了一个内敛、谦抑、城府极深的老臣。他见证了一轮又一轮的内阁竞争，看到了太多人前赴后继地在自己眼前倒下。张居正决心要结束这一切，方法很简单，那就是牢牢掌握住权力。但这并非他的终极目的，权力只是实现理想的工具。他要做的是一个有力量、能造福天下的臣子。张居正认为，当时最严重的危机就是君主势衰，以致政局失控。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治纲纪，加强君对臣的统属。公元1573年，张居正向皇帝进献考成法，要求各级官员把工作任务登记在账簿上，逐月逐级考核后汇总于内阁。由此，内阁掌握了国家机器运转的中枢，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执行力，松懈懒怠的官僚体系被激发出了活力。只是万历皇帝年幼，对官员生杀予夺的大权实际掌握在了张居正手中。4年后，张居正决定启动在心中酝酿多年的制度改革。他相信，拥有更多的权力，才能做更大的事情。明朝内阁和负责行政的6部的关系原本相对独立。从太祖朱元璋开始，6部一直由皇帝直接管理。但张居正担任首辅后，内阁即利用朝中的监察机制控制了6部。这是以往的内阁首辅都未能做到的。张居正越过了权力的边界。正式改革之前，张居正还做了一件事，对散漫不羁的明朝世风进行整顿。当时距离王阳明辞世不过数十年，他的心学思想正广为流传，朝中官员大部分都是心学门人。张居正早期也深受影响，但渐渐的，他对空谈之风感到深恶痛绝。他认为，要实现更深层次的变革，必须统一思想。他想到了强调天理的程朱理学。公元1577年9月，就在张居正即将实施新一轮的行动时，突然传来一个消息，他的父亲病逝。按照儒家礼仪，张居正应当立刻回家乡守丧，27个月之后才能复职。这让张居正陷入两难，放弃丁忧，必会招来骂名。但是，只要他离开，即将展开的政改大计必将功亏一篑。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那就是夺情，即由皇帝出面剥夺大臣的孝亲之情，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留下来。
但这种情况极其少见。明朝此前曾明文规定，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，不许保奏夺情其父。张居正最终没有走。名义上是年幼的皇帝以夺情的方式驳回了他回家的请求，但在一些大臣看来，是大权独揽的张居正有意促成了这样的结果。他们不相信张居正孝亲的诚意，进而怀疑夺情是否出自皇帝本心。他们联名上书，却遭到严厉的廷杖。朝堂之外，对张居正的非议甚嚣尘上。此刻，一份以海瑞之名弹劾张居正的奏章在南方广为流传。这份奏章并非海瑞所写，但人们相信，打着他的名号会更有说服力，也更能引起共鸣。在汹涌的民意面前，张居正依然视若无睹。他对言论毫不介意。他说：“有欲割去吾耳鼻，我亦欢喜失语，况诋毁而已乎？”在父亲去世的第2年，公元1578年，张居正下令清账全国土地。3年后，他将已在局部地区实行的一条鞭法推行至全国。在此之前，赋和役是分开的，赋缴的是实物，役征的是劳动力。一条鞭法将其合二为一，统一改为征银。张居正的改革不仅清理出大量被富豪隐匿的田产，增加了国家税收，还简化了纳税方式，提高了行政效率，使农民和工商业者都可以专心从事生产与经营。张居正全面政改之际，海瑞已经在家赋闲11年了。他的清廉和刚正未能给明朝官场树立榜样，但却形成了极大的震慑。出狱后，每到一处，就有地方官主动提出离职或请求将他调离，而每一地的百姓都在期盼他。听说海瑞解职而去，往往呼号哭泣，痛惜挽留。明帝国不得不屡次调整对他的任用。最终，海瑞选择了辞官还乡。海瑞对心学十分尊崇，他相信心即理，信奉精神的力量。他希望凭着一颗本心，改变社会，成就圣王政治。后人在评价他的纯粹时，用了这样一句话：“尽忠如蝼蚁，尽孝似禽兽。”一生都在竭力做一个清官的海瑞，在蹉跎中渐渐老去。以治国兴邦为理想的能臣张居正，也迎来了人生的暮年。他出任首辅后的10年，是明帝国蓬勃发展的10年。正在走下坡路的明朝出现了中兴气象。政治上有考成法，经济上有一条鞭法，军事上他重用名将戚继光，农业上他任用河道专家潘季训治理黄河，成效显著。一系列举措让沉疴日重的明帝国焕发出新的生机。这也是张居正人生的最后10年。10年里，他主导的内阁几乎架空了皇权。他是一个能臣，同时
也成了一个权臣。皇帝和太后都对他言听计从。若是张先生偶感腹疼，万历皇帝会亲手为他调制焦汤面。他为少年皇帝制定了严格的成长计划，但他或许没有想到，小心翼翼的万历皇帝在这样的高压下，反而滋生了逆反之心，以至于万历一代成为大明走向衰微的转折点。张居正要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，以至于积劳成疾。公元1582年6月，张居正病逝，这一年他58岁。在去世前9天，万历皇帝加封他为太师，这是文官序列中至高无上的职位。明朝的200年历史中，从未有人在生前得到过这个荣誉。张居正的去世让很多人扼腕叹息，但也有很多人在私下弹冠相庆。他病重时，半个中国都在为他祈福。随着他的离开，风向开始转变。揭发攻讦张居正的奏书雪片一般飞向万历皇帝的案前。公元1584年4月，万历皇帝下诏查抄张居正家产，剥夺他生前获得的所有荣誉封号。奉命查抄的官员从张居正家中清点出不少财物。这个凭一己之力将明王朝带入复兴的名臣，在死后被人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。张居正被抄家的消息传来时，海瑞还在家乡清苦度日。10几年了，他一直在等待。张居正曾派人去考察他，看到海瑞在简陋的屋舍里吃着粗粮，十分感动。但是张居正始终没有启用他。他们都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，但该如何去建设，他们都只忠实于自己的理念。海瑞从57岁等到了72岁，直到张居正死后，皇帝才想起还有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臣子。公元1585年正月，海瑞接到任命，出任南京督察院右迁都御史。明朝实行两京制，北京、南京各有一套中央官职，待遇和地位相同，但南京的职位多为闲差。尽管如此，重回官场的海瑞仍然全情投入。他的热情对明朝官员来说却无意刮起了一场旋风。上书弹劾他的奏章层出不穷。海瑞感到朝廷并不真想用自己，只是需要一个楷模。他屡屡请辞，但每一次都未被批准。上任的第2年，感到来日无多的海瑞写下了人生最后一份奏书。他表示自己已经垂死，愿意效仿古人施剑。他说，陛下励精图治，但是国家却没有变好，主要是对官吏的刑罚太轻了。他建议恢复洪武时期的祖制，以严刑峻法治理官吏。这份沉重的奏书背后，是海瑞对明朝官僚集团的极度失望。以他的道德标准，明朝几乎没有一个合格的臣子。1年后，公元1587年10月，已晋升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的海瑞
在任上去世，时年74岁。人们在整理这位二品官员的遗物时，发现仅有俸金8两、旧衣数件。最后，大家不得不凑钱才办理完海瑞的丧事。这位几乎得罪了明朝整个官场的臣子，却收获了无数民心。据记载，当他的灵柩从江上经过时，白衣官送者加岸，泪而哭者百里不绝。海瑞就这样走完了充满遗憾又自洽自足的一生。张居正与海瑞的人生始终没有真正的交集，但作为同时代的名臣，他们的命运似乎又是纠缠在一起的。一个是理性而务实的改革派，一个是激进的理想主义者。他们忠君和爱民的方式完全不同，但他们都坚定地走完了自己选择的为臣之道。张居正离世比海瑞早5年，海瑞这位敢骂皇帝的清流、最负盛名的言官，却并未攻击过张居正。他对张居正的评价只有8个字：功于谋国，拙于谋身。这又何尝不是海瑞的人生呢？在这样的臣子走远之后，大明帝国也只剩下了一襟晚照。经典致敬中华文明，开启有机新生，提醒您下期看点。借助商业化，明朝的出版业创造了历史的高峰，普通人有了著书立说的机会，各个阶层都成了书籍的消费者。图书传播着四海八方的讯息，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坚守中绵延不绝，中国人也在一点点打开面向世界的窗口。